本月9日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纪念日，莫斯科红场将举行阅兵式，预计将有1.1万名军人、131件地面军事武器装备和77架飞机接受检阅。俄国防部公布，为支持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今年的阅兵式上将有8架米格29歼击机首次以字母 Z 型列队飞过红场上空。不过，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西方以此大肆渲染俄罗斯要扩大战争的紧张氛围，并加大对乌军事援助。而美国第3号政治人物、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周日突访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佩洛西声称，此访再次释放强烈信号，美国与乌克兰坚定站在一起。根据俄媒对胜利日阅兵的阵容和流程的报道，红场阅兵基本延续过去的形式和惯例，领衔地面方阵的仍是在卫国战争时期享有盛名的 T-34坦克。此外，参演装备还包括世界首款第4代主战坦克 T-14阿玛塔 S-400防空导弹系统等。地面装备中压轴出场的是拥有优秀机动能力和突防性能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它是俄现役陆基洲际导弹中的最新型号。空中方阵则由77架战机组成，包括15架直升机和62架飞机，囊括俄军现役所有主战机型。其中，米1系直升机、卡52武装直升机、图22 M3 重型轰炸机、苏35战斗机等多个型号出现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值得一提的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周五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称，俄军8架米格29歼击机将首次以字母 Z 型列队飞过红场上空，以支持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者。俄语中为了胜利一词的首字母为 Z， 因此参加行动的俄武装力量分队普遍将 Z 涂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以便目视识别敌我。Z 也成为俄罗斯在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符号之一。而一些欧洲国家为了表示对俄特别军事行动的反对，此前还宣布对字母 Z 进行制裁。立陶宛提出法案，公开展示字母 Z 将被罚300至500欧元。捷克规定，出于宣传目的展示 Z 的行为是刑事犯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正制定法案，禁止公开展示亲俄符号，包括 Z 标志。周四，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红场阅兵举行首次带军事装备的夜间彩排。俄国防部强调，此次彩排结束后，俄方还将在下周3和下周6分别举行第2次夜间彩排和总彩排。9号的阅兵式将在俄罗斯28个城市举行。不过，在当前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西方则利用俄罗斯举行胜利日阅兵仪式拱火局势，借此大肆渲染俄罗斯要扩大战争的紧张氛围。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俄举行首次夜间彩排的当天，向媒体声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要在胜利日当天向全世界的纳粹分子宣战。We've seen a number of statements from Putin recently about, this is becoming a war, this is a proxy war, which it isn't, this is, everyone, Nazis are everywhere. He's been rolling the pitch, laying the ground for being able to probably going to declare on this May Day that we are now at war with the world's Nazis. 虽然华莱士承认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任何信息和证据，但他这番激进言论在英美的添油加醋后变得更加危言耸听。英国《镜报》报道称，英国国防大臣警告，普京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宣布一场新的世界战争。英国《每日快报》则在标题中夸张地用上第3次世界大战，并声称有人担心普京可能会试图利用胜利日庆祝活动动员更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此外，美国也不遗余力给局势火上浇油。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日率领代表团现身基辅，成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访问乌克兰级别最高的美国领导人。代表团发布声明称，此访向外发出明确且重要信息，美国坚决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此前一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防长奥斯汀联袂到访乌克兰。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佩洛西会晤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双方合影，并对佩洛西发出的支持信号表示感谢。而美方代表团在基辅停留不到1天，现已转往波兰首都华沙。另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书面声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六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国外交官反乌、美对乌援助等事宜。美国还不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冲突爆发2个月后，美国几乎用光了向乌克兰提供的136亿美元战争经费。总统拜登近日还要求国会批准向乌追加金援330亿美元，其中包括204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
为了让加码军援乌克兰合理化，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周五在记者会上上演了一出好戏。他先是对俄罗斯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措辞严厉的批评，美军已开始在德国境内培训乌克兰陆军，推动乌军继续与俄作战。除坐收战争财之外，美国还企图在能源方面大赚一笔。印度时报周六引述独立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报告结论称，俄乌冲突爆发后的2个月时间，俄罗斯出口的价值630亿欧元的能源中，71%出口到欧洲国家。同时，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总量比印度还多。印度媒体报道上述消息后，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纷纷批评美国虚伪。3月初，拜登下令禁止美国进口俄罗斯的石油等能源产品，最后的交易期限定在4月22号。然而，就在禁令生效前夕，美国却疯狂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最夸张的一周达到了每天购买10万桶。分析指出，在美国带动欧洲对俄一轮轮制裁下，俄罗斯原油的买家在付款和船只供应等方面困难重重，俄罗斯只能便宜卖油。而美国企业则担心禁令生效后，国际油价会进一步上行，因此加紧从俄罗斯囤货。由于石油呢是一种战略性的物资，那它还跟美元呢高度的挂钩。所以，美国呢囤积这样一些石油储备，是为了不仅是平息所谓石油价格的所谓的高企，实际上它也是趁机想去，不光是赚一把，而且拥有这样一些战略物资，可以说制约很多国家的一些命运。这就是他一贯的这样一些做法，就是一个自食自力的一个国家。美国一边趁着折扣油价增加俄罗斯原油进口，另一方面瞄准对俄能源重度依赖的欧洲国家，通过与欧盟开启能源合作计划，试图切断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能源联系，逼迫他们将需求转向美国。德国日前就宣布准备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另外，在普京签署天然气卢布支付令之后，面临断气威胁的德国仍硬气表态，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拒绝使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德国呢，上来是欧洲一体化的中流砥柱但是呢，现在被很多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乌克兰作为质疑所以他现在作为带头大哥他也不可能去像正常的方式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那么这次他的言论，实际上就是支持欧洲的战略自主。观察认为，德国态度的转变源于他正转向美国、卡塔尔等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不过，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欧洲公司必须每28立方米多支出1.5美元，才能让液化天然气的油轮从墨西哥湾运到欧洲。仅运输费这一项就已经达到天然气本身成本的3至5成。华盛顿邮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欧洲国家在尽可能的灵活行动，使其供应多样化，但能源生产商无法跟上需求。一个能够提供天然气供应的新项目，通常至少需要2到4年的时间。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俄罗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且否认俄罗斯与北约处战争状态。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我个人认为拉夫罗夫的表态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过去3、4天中，俄罗斯发出的信号比较强硬，尤其是普京总统在前2天的强硬表态，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也就是俄罗斯是否会用核武器的问题。拉夫罗夫的表态至少在形式上降低了人们关于核战争的焦虑感。核危机连同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战争是否会升级的问题。最近1周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态，战区扩大的风险呢也在上升。第一个就是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在乌克兰的运输线和运输车队的问题。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重型武器，北约秘书长在此之前就表示说，对北约国家运输线的攻击会触发北约第5条，而俄罗斯坚持认为这些武器进入乌克兰就会成为合法的攻击目标。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没有直接攻击北约在乌克兰的运输线和运输车队。拉夫罗夫此时表示，俄罗斯与北约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作为合理的推测的话，大概俄军不会将北约的运输线和运输车队作为攻击的目标。第二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来，俄罗斯境内出现了多起失火事件。俄罗斯的核战略中呢，规定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如果本土遭到攻击，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至于是否是乌克兰军队所为，俄方没有明确的说明，而乌克兰方面呢，也是含糊其辞。无人机的攻击其实是一个比较含糊的地带，双方似乎呢都不愿意捅破。
而拉夫罗夫重复了今年年初5大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也是在缓解外界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焦虑。同时需要看到的是，作为古特雷斯穿梭俄乌两国的外交成果，联合国代表抵达马里乌波尔，就亚速钢铁厂疏散的问题进行谈判。平民撤离之后，也可能会加速马里乌波尔战事的结束，因为这一战场牵制了大量的俄军。要收缩战线，就需要将兵力进一步集中到顿巴斯地区。顿巴斯战役已经快2周了，双方互有攻守。拉夫罗夫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还在按计划进行。虽然外界对于俄罗斯的计划不甚明了，但是顿巴斯战役或者这一阶段的顿巴斯战役是有时间节点的。临近5月9日胜利日，顿巴斯战役或者取得比较拿得出手的胜利成果，或者宣布更大规模的动员。美、英、法等国近期加强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俄罗斯切断了保加利亚、波兰的天然气供应。那么您怎么看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呢？到目前为止，北约和俄罗斯还没有打破之前形成的默契，那就是除了直接参战之外，用尽几乎所有手段，在所有领域的极限博弈。美国和其他40多个国家建立了援乌反俄的军事联盟，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进入了新的阶段，只有兜底没有上限，可能上限就是核生化武器了。美国追加了330亿美元的援助金额，同时启动了2战期间的租借法案。值得关注的是，北约东翼的国家，比如波兰、斯洛伐克，要比法国、德国更加的积极。波兰率先向乌克兰提供了240辆苏制坦克，斯洛伐克以自己的名义向乌克兰提供了米格战机。在这样的军援潮流之下，北约已经成为乌克兰的巨型军火库。现在提供给乌克兰的军援以及计划已经超过了俄罗斯1年的军费开支。美国的防长奥斯汀表示要削弱俄罗斯，这一表态也引起了不同的解读。这一目标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和北约对俄的战略发生了变化呢？后来呢，五角大楼也做出了澄清，基本还是保持了将战区限制在乌克兰，通过大量的军事援助与俄罗斯进行持续的常规军事力量的消耗。现在来看，顿巴斯战役以及后续的战事持续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俄罗斯最近用美元偿还了到期的债券，而没有使用卢布还债，至少表示俄罗斯还在努力维持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同时，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和通过一项法案，这可能导致美国和欧洲国家扣留和没收受制裁的俄罗斯企业和个体的资产，将被用于乌克兰战后重建。这意味着俄罗斯的海外资产成了一份保险，乌克兰的损失将由俄罗斯来偿还，无疑呢会增强乌克兰的士气和意志。美国和北约的策略就是不与俄军发生正面冲突的前提下，持续的去消耗俄罗斯。乌克兰战场只是一个侧面，而经济、金融、技术人才以及舆论战等战场，俄罗斯的损耗更加的惊人。在我看来，顿巴斯战役以及后续的战事什么时候结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乌克兰以外的各种形态的战争。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对亚欧5国展开旋风式访问，周5到周日，他3天访问了印尼和越南2国。外界注意到，岸田行前特别强调要向这些国家推销美国的对俄政策以及印太战略，但在其访问前2站，印尼和越南都没有对岸田此番游说做出积极回应。岸田兜售美国外交政策是作秀还是另有目的？来看报道。据越通社报道，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周日在河内举行仪式，欢迎正式访问越南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人检阅仪仗队，种下纪念树，举行会谈，并共同参加晚餐会。越南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本首相此次访越是在越日纵深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取得良好有效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范明政曾于去年11月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他是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
这是岸田文雄上任6个月以来首次访问越南，为期2天。除了范明正、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国家主席阮春福，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都与岸田会晤。岸田文雄还瞻仰了胡志明主席陵寝。日本驻越南大使山田贵雄在岸田此次到访河内这期表示，在全世界受新冠肺炎疫情限制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十分关注并希望对越南进行投资。目前，日本是越南最重要经济伙伴之一，也是越南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最大提供国。日本还是越南第4大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经贸总额427亿美元。此外，越南还是日本最大的廉价外籍劳工来源地，有45.3万越南人在日本务工，约占一半。毫无疑问呢，现在日本和美国和北约紧紧地吊在一起。他去访问亚欧5国，实际上呢是在替美国对他们呢进行相关的游说，因为这其中的一些国家呢，在对俄乌立场方面呢，有的是持中立的态度，有的呢是持观望的态度。那岸田呢想最后加一把劲儿，让他们呢都站在美国一边，站在北约一边。就在岸田此行的第一站印尼，东道主的态度就与日方在涉俄乌问题上的高调形成鲜明对比。印尼是今年的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此前有这些国家呼吁印尼拒绝俄罗斯参加11月的峰会。日方官员也透露，岸田这次以这些国家中唯一的亚洲代表的身份与印尼磋商此事，但印尼并不买账。总统佐科甚至选择在岸田到访当天发布视频声明，宣布了普京将参加 G20 峰会的消息。在与岸田的联合记者会上，佐科虽然呼吁必须立即停止战争，但也没有提及俄罗斯。越南的态度也类似。越通社报道称，越方向日方阐述了对乌克兰人道主义问题、促进外交进程及和平谈判的看法，并宣布向乌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分析指出，越俄关系一直非常好，军事和能源领域合作十分紧密。越南是东盟中购买俄罗斯武器最多的国家。越南国内1/3的石油由一家越俄合资企业提供。在近期联合国针对俄罗斯的2次投票中，越南都投下反对票，因而遭到了西方的攻击。事实上，亚太区域国家和地区普遍对俄乌冲突持中立的立场，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更是只有个位数。但日本却非常积极地借双边外交机会兜售美国的外交政策。3月底，岸田访问印度时，就当面劝说莫迪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可是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甚至没有提到俄罗斯。不仅如此，印度还大量买入俄罗斯原油，并以卢布支付。而俄罗斯在此次乌克兰危机期间，甚至还向印度交付了新一批 S-400防空反导系统。日本时报近日刊文指出，日本打破多年先例，强硬回应俄乌冲突，旨在重塑日本防务格局。而岸田向周边国家推销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是为了实现日本的战略目标而服务。法国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亚洲问题专家瓦莱利·尼凯认为，此前多年中，日本政府极力避免涉入任何危机，但这次日本却主动参与搅局，甚至在对俄制裁的速度和力度都对美国亦步亦趋。日本对俄强硬，实际上是为增加军费和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行舆论准备。很明显，现在呢，由于俄乌进展，世界的大格局，世界各大势力正处在进一步分化、改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日本呢想在这种呢世界格局新的改组当中呢占有优势的地位，所以呢它跟紧了强势的美国，希望呢能够首先在东亚地区发挥它的地区主导作用，然后呢进一步扩大，那就是呢在印太地区发挥它的主导作用。值得警惕的是，在日本全力配合美国战略的同时，美国也给日本好处。周二，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参议员比尔·哈格蒂就高度评价日本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与普京的对抗。他对出席听证会的国务卿布林肯说：“我想沿着这些思路鼓励你，看到美国能够积极主动地确保日本作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3大经济体，能够成为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支柱。” Secretary Blinken, I think you would agree with me that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and special relationships. I would, absolutely. And amid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Japan has shown leadership and proactively supported th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campaign against Vladimir Putin's war machine. Would you support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for Japan and NATO to have further high-level interactions and more
more formal information sharing? Yes, absolutely. And 布林肯回应称，日本在乌克兰危机中以非凡的方式站了出来。美国一直在推进的是增进北约与作为非北约成员国的伙伴们的合作，而这些伙伴也包括日本。事实上，他此前就宣布邀请日本参加6月的北约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道，北约长期固守旧的安全观念，搞阵营对抗，沦为个别国家谋求霸权的工具。北约明明是北大西洋的军事组织，近年来却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挑动矛盾。北约东扩对欧洲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影响值得反思。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难道还要搞乱亚太、搞乱世界吗？实际上，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也并未一刀切地处理对俄关系问题。3月底，日本政府就宣布推迟制裁俄罗斯水产，包括螃蟹、鳕鱼等日本人消费量较大的类别，以免加剧日本国内食品价格上涨。4月，日本政府甚至还与俄罗斯重启关于鳟鱼和三文鱼的渔业捕捞谈判，以配合5月份渔季的到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与越南总理会谈，他在亚欧5国访问前公开声称要推销美涉俄乌冲突的外交议程。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主持人好，是有这个意思。日本呢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强盟国，也是美国最强的军事同盟。岸田文雄这次东南亚之行呢，先是到印尼，那里呢将在11月举行 G20 峰会，而美国呢是要排斥俄罗斯总统参加 G20 峰会的。日本同样呢也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所以说呢不排除岸田是去当说客的，来探究印尼对G20峰会的真实立场。接着呢他到越南访问，讨论的重点是日越安全合作和俄乌局势。越南同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希望以谈判方式解决争端，没有提制裁或者是反俄。显然呢岸田的目的没有达到。之后呢他还将访问泰国，双方呢将会在经济安全和区域发展以及疫后经济复苏等各领域展开交流。但是议程中呢似乎没有提俄乌局势。那么美国在东南亚的议题究竟有哪些呢？主要呢是有2个，一是俄乌局势，希望有更多东盟国家反俄。岸田的访问似乎是没有达到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在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美国呢要拉起印太经济框架来制约中国，美国和东盟特别峰会也即将在华盛顿举行，所以岸田的东南亚之行中呢有经济议题，与越南也谈到了南海问题，很可能呢是去打探东南亚国家对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兴趣如何。不过呢从印尼和越南的反应看，2国都没有提及印太问题，自然呢也就没有对印太经济框架有所表示。昨天呢，印尼总统佐科还刚调表示，已经邀请这个普京呢参加今年在印尼举行的 G20 峰会，并且呢已获得了普京的确认。显然呢，美方的这个施压呢也是没有奏效，所以不排除日本呢想配合美国的外交议题，但是呢，东南亚国家没有响应，不太买账。日本在俄乌冲突中表现很积极，从军事和外交领域全面配合美国，跟俄罗斯的外交战也越发激烈。那么您觉得日本究竟在盘算什么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一般来说呢，日本在遇到军事冲突的时候，包括与美国关联的军事冲突，都比较低调，或者说呢想帮美国但有节制。这次俄乌冲突呢就不一样了，日本不仅在军事上配合美国战略，向乌克兰提供防化武器面罩和无人机等设备，而且呢，在外交上紧随美国，对俄实施制裁。这里呢可以看出这个日本的投机与野心。一呢是通过出口清新边缘化的武备，借美国的战略风向突破了这个武器出口的禁令，为今后日本武器的出口打下基础。二是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制裁俄罗斯，那么可以搭上乌克兰重建的顺风车，在今后获得经济利益。三是通过配合美国反俄战略，可以更深入地介入到台湾事务，加入到遏制中国的行列中，进而呢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得到美国的支持。四是通过配合美国议题，在印太军事和安全格局中成为重要国家。我们呢已经看到，这个澳英美3国军事同盟呢
有意邀日本参与。6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呢，也邀请日本参加。日本或许呢在思谋这北约有可能发展成这个所谓的全球北约的趋势，所以呢跳得很欢。那甚至不排除日本还有这样一种奢望，通过配合美国和北约打击俄罗斯，那么在借美国呢和北约之力，在南青岛群岛的领土归属上获得利益。俄乌军事冲突以后世界格局呢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日本在为自己的图谋铺路，虽然呢也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西方一些政客不断歪曲事实，蓄意将乌克兰局势与台湾问题强行关联，企图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为其干涉台湾问题带风向、找借口。继英国外交发展大臣特拉斯妄称要北约要确保台湾能够保卫自己之后，英国《金融时报》又揭露，美英高层官员联合召开会议，讨论台海议题，内容涉及若两岸爆发军事冲突，英国将扮演何种角色等。英国外交发展大臣特拉斯当地时间周三发表讲话，除了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无端对中国进行攻击外，他还企图怂恿北约介入台湾问题，妄称要确保台湾能够保卫自己。对此，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周四表示，英国官员涉华言论十分傲慢、蛮横无理，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英方官员停止操弄涉台问题，停止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以免给中英关系造成新的损害。此外，使馆发言人近日还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某涉台文章向该刊致批驳函，称相关内容再次把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煽动台湾增加军事预算、提升防务能力，甚至鼓吹美国应升级与台政治军事联系，为台供应武器，这是严重错误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也在伦敦出席英国工商金融界团体举办的相关活动时发表演讲，指出，英国有人把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还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必须得到切实遵守。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突然暴走离不开美国的操弄。英国《金融时报》周日引述消息人士爆料，今年3月初，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与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与英国代表就台湾问题举行会谈。消息人士透露，此次美英高层对话讨论的议题相当广泛，包括英国将如何与台湾展开更多外事工作，如何加强在亚洲的威慑力，以及一旦美国介入台海两岸军事冲突，英国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等。报道中还特别提到，拜登政府在会中向部分盟友提供了被注明最高机密的涉台情报，而此类信息原本是禁止与任何外国官员分享的。但消息人士也指出，美国此次就台海问题与英国接触，并非出于任何紧迫威胁，而是希望与英国等欧洲盟国强化合作，提升盟友对台海形势的认知等。对此，有台媒就评论称，美国正在试图让更多盟友参与台海计划，继与日澳合作后，现在又在企图拉拢太平洋之外的英国。针对《金融时报》的报道，白宫并未予以回应。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指标，就是美国真的在认真考虑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所以他要求跟英国坐下来谈。美国在全世界有很多所谓的盟国，可是在美国所谓的盟友里面，其实最要好的是英国。所以所有重大的消息，美国想认真去制定或执行的战略，事先都会跟英国去商讨，就表示美国在构思它的战略，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它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除了拉拢盟友谋划干预台海局势之外，美国还在施展多种花招，为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世界卫生大会将于本月下旬召开，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协助台湾地区重获观察员身份。据悉，该法案去年8月已获参议院通过，接下来将送交给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不过，国民党籍民代赖士葆近日受访表示，光靠美国这些议员的提案是远远不够的。台湾代表这次大概还是只能在会场外面嚷嚷几句，美国不过又是在敷衍台湾而已。5·1国际劳动节期间，直播港澳台推出特别策划《凡人英雄》，讲述在援港抗疫中我们身边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在2万多名援港建设者的努力下，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应急医院、方舱、生活配套设施相继拔地而起，中国速度精彩呈现。
无私奉献、敢为人先是河套工地每一个逆行者的共同写照。而其中有这样一位工人，不仅曾经是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到了河套工地依然冲锋在前。他有着舍我的勇气担当，更有着脚踏实地的工作信念。在方舱病房宿舍施工区，水电安装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水电工人管家喜穿梭于室内室外，装管道、调电路，开足马力赶工期。管师傅来自湖北，2008年就来到深圳打工。不久前偶然间听到工友说中央原港应急医院需要人手，便马上报名。那会儿我们公司说这边疫情建医院需要人员。他问有没有人愿意去的，然后我们就说愿意去，也是想为香港同胞做一些贡献。在工友们心里，管师傅是一位英雄。2年前，深圳龙华区一栋居民楼发生火灾，路过的管师傅抬头看到困在窗台的小男孩，想都没想便直奔火灾现场，成功救出被困人员，之后便独自离开，并没有留下姓名。直到几个月后，警察找到了管师傅，联合相关部门为他颁发了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荣誉证书、龙岗区见义勇为评定会荣誉证书以及奖金。但面对所有荣誉，管师傅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当时上去那种心情，就看那小孩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然后从洗车场拿了一条浴巾，我就没想什么就上去了。后来我就不知道有见义勇为这回事儿，你做好事就行了，不要想着拿什么回报。管师傅说，父母对自己的家教很严格，教导最多的就是出来做事要脚稳、手稳、口稳，而且永远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此次来到原港项目中，管师傅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在工作中处处体现。每次有重活累活，管师傅总是第一个举手。河套项目建设高峰期同步施工的人员多达1.6万人，交叉作业频繁，而水电安装有效施工时间很短。平时在接电路时，管师傅会先把每一条电路都仔细打理好，再依次接入。面对有划伤风险的细活，管师傅通常选择不戴手套。他说，这样可以把工作效率提高到极致。特别我们做了个线槽的话很容易割到手，戴手套不好操作嘛。我喜欢把手套取掉，因为手去接触它。在项目上，每天不管多忙，管师傅总是要抽出时间和家人视频通话报平安。他说，每次看到6岁的儿子给自己加油，都让自己干劲儿十足，甚至工作效率都能提高许多。适逢国际劳动节，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的生命方舟一代扬帆，部分建设者已完成工作，陆续撤离。采访中，管师傅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期盼疫情消散，自己可以尽快回趟家，大家的工作生活早日回归正常。毕竟这也是疫情国家建医院，我们也是老百姓，就贡献去一点点嘛，自己能做的事情。这个项目期待早日竣工嘛，早日投入使用。疫情快点结束啊，然后也祝香港同胞加油。